2026年開年的歐洲汽車圈被一場車展攪得熱鬧非凡。1月9日至18日，第102屆布魯塞爾車展在海瑟爾展覽館拉開帷幕。這場由比利時汽車工業聯合會主辦，去年吸引超30萬觀眾的歐洲老牌展會，今年徹底被中國車企搶了風頭。67個參展品牌裡，1/4都是中國面孔。從家用小車到百萬越野，從智能科技到未來生態，中國汽車用實力證明，我們早已不是歐洲市場的邊緣玩家，而是站穩主流賽道的核心競爭者。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如果你逛過本屆布魯塞爾車展，一定會被中國品牌的存在感震撼到。VAB 汽車記者、汽車雜誌發言人 Gerrit Verhoeven 直言不諱，比大多數參觀者想象的要多得多。67個參展品牌裡，大約1/4都是中國品牌，這話一點不摻水。展廳裡北汽、東風風行、比亞迪、蔚來、小鵬、極氪、領跑等品牌，展台依次排開，燈光和人氣絲毫不輸奔馳、寶馬這些歐洲本土豪門。更妙的是，中國元素早已不止於貼標籤，而是深度滲透到了歐洲汽車產業的骨子裡。那些聽起來充滿歐式風情的品牌，不少都藏着中國基因。比如大家熟知的 MG， 早已是中國車企旗下深耕歐洲市場的得力幹將。就連傳統歐洲車企的產品也離不開中國供应鏈的支撐，比如馬自達展台上的馬自達6E由長安在中國開發生產，達契亞 Dacia Spring 同樣產自中國。被視作歐洲品牌的沃爾沃實則隸屬於吉利集團，其姊妹品牌 Polestar 也在本屆車展亮相，甚至電動車的核心電芯也大多來自寧德時代、比亞迪等中國廠商。可以說，中國早已成為歐洲汽車產業繞不開的技術後盾。而在所有中國品牌中，小鵬和比亞迪的表現堪稱頂流雙骄，現場人气旺到需要排隊打卡，徹底打破了歐洲消費者對中國汽車的刻板印象。先看小鵬，1月15日新款 P7 加在車展正式宣布歐洲上市，起售價43990歐元，計劃4月起覆蓋德國、法國、西班牙等25個歐洲市場交付。為了證明這款車的實力，小鵬在發布會上直接上演了一出名場面，在不侵占前排駕乘空間的前提下，陸續從車裡搬出33個20寸行李箱，密密麻麻擺滿整個展台，堆得像座小山。這一幕直接看呆現場歐洲媒體，不少觀眾忍不住掏出手機拍攝，感慨道：明明是輛轿車，卻有着 SUV 的裝載能力，這空間利用率也太誇張了吧！其實這背後是小鵬的巧思設計，通過 A 柱前移、C 柱後移的 One Box 一體化設計，實現了同級領先的88%得房率。前後排都有1米以上的駕乘空間，1.9米的乘客坐在後排也能輕鬆翹二郎腿。後備箱基礎容積725升，放倒後排後可擴展至2221升，再加上62度大開啟角度的掀背尾門和纯平地板，實用性直接拉滿。比亞迪的展台則靠全價位圖榜驚豔全場，從最便宜的城市小車到百萬級越野，再到未來感十足的機器人，覆蓋了所有消費場景。圍觀群眾排着隊拍照試坐，人氣堪比頂流展會。其中最引爆話題的當屬歐洲版海鷗。作為比亞迪在歐洲定價最低的純電小車，它的德國起售價僅19990歐元。雖說比國內售價高，但針對歐洲法規升級了配置和空間。車長3990毫米，後備箱容積308升，後排腿部空間甚至超過不少 B 級車。搭載刀片電池 ，WLTP 續航最高322千米，完全能滿足歐洲城市通勤需求。最吸睛的還要數它的檸檬黃車身，在展台上亮相格外扎眼，路過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兩眼。這款車還剛拿下2026Carwow 德國年度最佳城市車獎，目前訂單量已經超過了歐洲老牌小車雷諾、ZOE， 穩穩的爆款預定。除了親民小車，比亞迪還帶來了百萬級硬核越野仰望 U8， 灰綠色的大塊頭自帶壓迫感，車頂激光雷達、巨型輪毂，厚實包圍，活脫脫一台科技猛獸。作為比亞迪高端越野系列，它搭載插混系統和4電機，最大功率超1100馬力，能原地坦克掉頭，還能短時間浮水逃生。
雖然目前還沒正式進入歐洲，但展台上 Technology Roadshow 的字樣明顯是在試水歐洲高端市場。圍觀的歐洲大叔們討論得熱火朝天，有人調侃，這要是在歐洲上市，路虎衛士都得被氣哭。比亞迪展台上的意外驚喜則是一台優必選 Walker 人形機器人。這台白色圓頭圓腦的機器人在展台上和觀眾揮手比心擺 pose， 表情屏還能顯示各種 emoji， 可愛又智能。它可不是花瓶，早已在比亞迪工廠上崗打工，負責物流、裝配線、輔助等工作。比亞迪把它帶到車展，既展示了智能製造加未來出行的生態布局，更讓歐洲觀眾看到了中國品牌的多元科技實力。除此之外，領跑帶來了 B50 電動掀背車和 B03X 緊湊型 SUV， 蔚來展出了 ET5、EL6 等主力車型，還擺上高性能超跑 EP9 撐場面。經銷商更引入了新品牌螢火蟲，主打親民城市代步小車。從入門級到高端市場，從整車到智能生態，中國車企用完整的產品矩陣，在布魯塞爾車展上交出了亮眼答卷。隨着2026年比亞迪匈牙利工廠投產，Dolphin Surf 等車型將實現本土化生產。小編猜測，未來中國汽車在歐洲的價格優勢會更明顯，圈粉能力還會再上一個台階。中國車企在布魯塞爾車展的強勢表現，看似是一場簡單的產品展示，實則是全球汽車產業格局重塑的縮影。要知道，歐洲汽車工業曾長期佔據全球金字塔頂端，是技術輸出和貿易順差的代名詞。2022年時，歐洲對華汽車出口還有着150億歐元的盈餘，可僅僅3年時間，形勢就徹底反轉。2025年，中歐汽車貿易首次出現逆差，歐盟對華汽車進口額預計超過出口額23億歐元。到2026年，歐盟從中國進口的汽車數量大概率會首次超過對中國的出口量。這個變化對歐洲來說無疑是一場產業地震。要知道，汽車工業是歐洲的支柱產業，貢獻了歐盟超過7%的 GDP， 提供了12.7萬個就業崗位，佔歐盟總就業人數的6.6%。中國汽車的崛起不僅分走了市場份額，更衝擊着歐洲汽車產業的根基。法國電子企業高層洛朗·孔貝特的選擇很有代表性，他把公司新車锁定為比亞迪，理由很實在，同價位裡找不到能與之媲美的車型。這款插混車型續航870公里，售價4.45萬歐元，外觀和續航都遠超同級。壓力之下，歐洲開始頻繁調整政策，試圖守住自己的產業陣地。最典型的就是歐盟減排政策的3次大轉彎。2021年，歐盟意氣風發地提出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新車的激進目標，想以政策倒逼產業轉型。2023年2月，歐洲議會通過零排放協議，明確2035年新售汽車必須零排放。可僅1個月後，就在德國、意大利等傳統汽車強國的施壓下妥協，為合成燃料內燃機汽車開闢豁免通道。到了2025年12月16日，歐盟乾脆徹底鬆口，撤回全面禁售燃油車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2035年前新車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較2021年基準值削減90%，剩餘10%的缺口可通過低碳鋼、合成燃料等方式抵消。這意味着插混、增程、油混，甚至傳統燃油車都能通過減排手段留在2035年後的市場，相當於歐盟直接放棄了對燃油發動機的禁令。除了政策轉彎，歐洲還在忙着構築防禦壁壘。法國雷諾和美國福特聯手，計劃共同開發歐洲中低端電動汽車，試圖通過合作降低成本。法國汽車供應商行業聯絡委員會更是公開呼籲，出台整車本土化率80%、零配件本土含量70%的嚴苛標準，想用本土化政策削弱中國汽車的競爭力。同時，歐洲還搬出 GDPR 數據保護條例、NIS2 網絡安全指令等法規，對中國車企的車聯網數據處理提出嚴格要求，試圖在合規層面設置障礙。可這些操作真的有用嗎？根據汽車產業專家張永偉透露，國內頭部智駕企業已針對性推出多版合規解決方案，既不犧牲功能，又能滿足歐洲標準。這些合規要求只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成不了攔路虎。不過，歐洲的反擊也並非毫無影響。2026年正式生效的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就要求出口歐盟的汽車申報全生命週期碳排放數據，2030年起
還要按排放量繳稅，按2024年出口規模測算，年稅費或超3700億元。這對依賴電池成本優勢的中國車企來說是不小的挑戰。小編覺得，歐洲汽車工業的焦慮本質上是新舊產業革命交替下的必然結果。中國車企憑借技術、成本、智能化的綜合優勢，已經在全球競爭中佔據主動。這場中歐汽車的博弈最終不會是零和博弈，而是在競爭中實現共贏。畢竟，汽車工業關乎雙方就業與民生，唯有順應趨勢、深化合作，才能在全球產業變革浪潮中站穩腳跟。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